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走进房间却突然想不起来自己要做什么，读了一页书却一句也没记住，或者盯着电脑屏幕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？如果有的话，那你可能正在经历脑雾。脑雾就像大脑里起了一层薄薄的雾，让思路变得模糊。别担心，你并不孤单。现代生活中，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觉。接下来，我们就像讲故事一样，一步步揭开脑雾的秘密。脑雾究竟是什么？为什么会产生？又如何影响我们的记忆力？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将分享一个每天只需5分钟的小诀窍，帮你赶走脑雾，找回清晰头脑和敏锐记忆力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来拨开迷雾吧。想象一下清晨开车，四周大雾弥漫，视线受阻，道路变得难以辨认。脑雾，英文称 brain fog， 指的就是类似的情形。只不过大雾不是在路上，而是在你的脑海中。它并非严格的医学诊断，而是人们对大脑状态迟钝、思绪混沌的一种形象描述。当你感到脑雾笼罩时，通常会出现以下状况：注意力难以集中，反应变慢，思考问题像踩着刹车一样吃力，甚至平时熟悉的事情一时间也想不起来。很多人形容那种感觉就像大脑卡住了，甚至有人戏称大脑短路或脑子宕机。总之，脑雾让我们感觉脑子不在状态，好像智能手机电量不足，开启了省电模式，运行缓慢。有意思的是，脑雾这个说法由来已久，早在19世纪，英国医生詹姆斯·滕斯托尔就在1850年记录过一种现象：一些律师、教师、学生等用脑过度的人会出现精神疲劳。当时，他把这种状态形容为头脑被雾气笼罩般的迟钝，这其实就是脑雾的早期描述。如今，我们虽然有了脑雾这样形象的名字，但它指的仍然是相似的体验。大脑疲惫运转不灵光，短暂的脑雾并不等于大病一场，可它确实提示我们的身心可能需要调整和休息了。那么，大脑里这团恼人的雾究竟从何而来？就像真正的雾气形成需要特定条件，脑雾的出现也往往有各种诱因，我们一层层来揭开。首先是睡眠不足。想一想你上次熬夜追剧或加班到深夜的情形，第二天早上是否感觉脑子昏昏沉沉，注意力涣散？这是因为睡眠就像大脑的夜间清洁工，在我们熟睡时，大脑会启动自我清理和整理记忆的过程，把白天积累的代谢废物清除并巩固记忆。如果长期缺乏优质睡眠，脑中的垃圾没被清扫干净，神经通路得不到充分休息，大脑难免像蒙上了一层灰，自然容易出现脑雾。压力和情绪因素也是一大元凶。现代人常常压力山大，工作、学业、人际关系让我们的大脑不堪重负。当我们处于慢性压力下时，身体会分泌大量压力荷尔蒙皮质醇，这种激素在短期内让我们保持警觉，但长期高企的皮质醇水平会干扰大脑的正常运转，尤其是影响与记忆和情绪相关的脑区。想象你的大脑此刻就像打开了太多浏览器标签页，一会儿担心这个，一会儿思虑那个，处理的信息过载，最终系统变慢甚至卡顿。焦虑和抑郁等情绪问题同样会让思绪变得混乱粘滞。据研究，长期压力和情绪低落会引发脑内炎症反应，干扰神经元之间的通信，就好比线路受潮产生了杂音，导致脑信号传导不良，让人感觉晕晕乎乎。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会悄悄滋生脑雾，例如饮食不均衡时，大脑可能得不到足够的营养供给。大脑虽然只占身体重量的约 2%， 却消耗我们近 20% 的能量和氧气。一顿大鱼大肉或甜食过量后，你可能体会过，先是精神亢奋，接着血糖迅速下跌，人一下变得疲倦脑胀。饮食的不稳让大脑像坐过山车，容易陷入短暂的低迷。此外，若是缺水，也会让人感到头脑不清。轻度脱水就可能影响注意力和记忆。所以在感觉脑子发昏时，先喝杯水也是个简单有效的小举动。缺乏运动则会使大脑供氧不足，循环变差，时间久了，脑子像生了锈一样不灵活。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是息息相关的，长时间久坐不动时，心跳和呼吸都比较缓慢，大脑得到的氧气和营养供应也随之减少。如果整日窝在沙发或办公桌前不活动，大脑可能处于一种低能耗的休眠状态，久而久之就容易感觉昏沉。然而，只要你起身活动一下，
哪怕只是伸个懒腰，走动几分钟，都能让心率加快，把新鲜血液唤醒沉睡的大脑。除了这些生活习惯，身体健康状况和环境也会引发脑雾。很多疾病或生理变化都有可能让人脑子发懵。比如感冒发烧时，我们常觉得思维迟缓，那是因为身体的免疫反应和炎症因子在作祟。再如一些人报告在感染新冠病毒后出现持续的脑雾，这可能与病毒引起的炎症和疲劳有关。荷尔蒙波动也扮演角色。女性在怀孕和更年期，由于体内激素水平剧烈变化，常会抱怨记忆力下降。注意力不集中就是脑雾惹的祸。某些药物的副作用，比如抗过敏药、感冒药等让人昏昏欲睡的药物，以及饮酒过量后宿醉的那种恍惚感，都是典型的脑雾情景。此外，在这个电子时代，我们长时间盯着屏幕，信息过载，大脑一直紧绷，却又缺少真实的社交互动和休息，也容易进入一种数字脑雾状态。刷手机刷太久后，脑袋变得麻木，这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？有趣的是，我们的身体有时会偷偷尝试驱散脑雾的小动作。你是否注意到，当你困倦或注意力不集中时，会不自觉地打哈欠？哈欠连连不仅仅是无聊或疲累的信号。科学家提出一种理论，打哈欠其实是一种大脑降温机制。当我们张大嘴巴深吸气时，冷空气进入肺部和鼻腔，帮助给流向大脑的血液降温，就像给过热的发动机散热，这有助于提升警觉，让思维更清醒。所以，下次在忍不住打哈欠时，不要过于自责，那可能是大脑自发在做冷却通风，试图赶走一些脑雾呢。综上，无论是熬夜失眠、压力山大、不良饮食、缺乏运动，还是身体抱恙、激素变化，这些因素都可能让我们脑内乌云密布。当多个因素叠加时，脑雾感觉会更加明显。了解了成因，我们就能明白，脑雾并不是莫名其妙出现的，而往往是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在向我们发出信号。大脑需要休息调整，需要呵护了。脑雾最让人头疼的影响之一，就是会拖累我们的记忆力。当大脑被雾气笼罩时，很多信息仿佛子里转了一圈就跑掉了，怎么也抓不住。试想一下，你刚刚听别人报了个电话号码，结果几秒钟之后就忘了后几位，或者明明前一晚把钥匙放在某处，第二天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放哪了。这些情景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？在脑雾状态下，大脑处理和储存信息的能力都在打折扣，导致我们记忆变差，健忘。从科学角度来看，记忆形成需要大脑清晰、高效的运转。短期记忆，比如刚听到的名字、刚看的车牌号，需要我们当下的注意力集中，否则信息很难进入大脑的临时缓存。而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，又需要大脑对信息进行充分的加工和巩固。如果大脑正被疲劳、压力等困扰，也就是正处于脑雾中，注意力无法集中，新信息就像石沉大海，没法有效编码储存下来。即使是已经存储的记忆，提取时也会受到干扰。脑雾就像在记忆的档案室里制造了一场迷烟，让我们一时间找不到想要的资料。举个形象的例子，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大脑记忆就像一个有条理的图书馆，书籍分类清楚，管理员高效工作。而当脑雾出现时，这个图书馆突然灯光昏暗，管理员打瞌睡，书本乱堆一气。你想找一本书，提取一条记忆，翻箱倒柜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好不容易找到了，可能拿的还不是你最初想要的那一本提错信息。因此，在脑雾笼罩下，我们经常丢三落四，刚放下的手机转头就忘在哪儿，朋友刚介绍的名字立刻就记不住，甚至话到嘴边却怎么也想不起那个熟悉的单词。更糟糕的是，脑雾对记忆力的影响会形成恶性循环。当我们因为脑雾频频忘事时，难免产生挫败感和压力，这又会进一步加重脑雾，使记忆力雪上加霜。比如你因为最近老忘记开会时间而焦虑，焦虑本身又让你难以专注在当下的任务上，如此循环，记忆和专注力问题会被放大。当然，这并不是真正的失智或失忆症状，而是一种可逆的功能性障碍。当脑雾散去，脑中的档案管理员恢复正常，你会发现记忆力也跟着回来了。关键在于
我们要主动采取行动，驱散这场扰乱记忆的脑中迷雾。说了这么多，你可能迫不及待想知道，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驱散脑雾，提升记忆？难道除了痛下决心改变生活习惯，比如早点睡、健康饮食之外，就没有速效的小窍门吗？好消息是，还真有这么一招，而且每天只需花5分钟，就能给你的大脑来一次快速充电和除雾。这一招的核心原理其实是让大脑短暂的休息，并重新激活，相当于按下重启键。具体怎么做呢？我们可以利用以下3个简单的小练习来实现这个目的。这几个方法操作起来就像随手可得的魔法道具，累了困了时拿出来用5分钟，你会惊喜地发现脑袋清爽了不少，记忆力也跟着提振起来。1. 深呼吸，让大脑透透气。深呼吸是一种最简单却强大的除雾工具。当我们感到脑袋发胀、思绪混乱时，不妨放下手头的事情，闭上眼睛，来几次缓慢而深长的呼吸。通过深呼吸，我们将新鲜的氧气源源不断送入体内。要知道，大脑是好氧大户，充足的氧气就像给大脑打开窗户通风，能迅速改善脑部供氧，赶走那种沉闷感。深呼吸还会激活身体的放松反应，调节自主神经系统，使过快的心跳和紧张的神经慢慢平复下来。这有助于降低体内的皮质醇等压力荷尔蒙水平，让大脑从战斗或逃跑的紧绷状态切换到休养生息的模式。研究显示，慢节奏的呼吸练习可以明显缓解焦虑和压力。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甚至发现，参与者每天练习5分钟特定呼吸法，例如缓慢吸气2次，再长呼气的双重呼吸叹息法。1月后，焦虑感和脑雾症状比练习正念冥想的人改善得更显著。所以，当你感觉脑子不清醒时，试试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吐出，再重复几次，你可能会感觉像给大脑洗了一场澡，思路变得清亮起来。2. 简单运动激活身心。俗话说动一动，脑不萌。短暂的运动就像给身体和大脑按下了唤醒键。当你陷入脑雾，不妨站起来活动一下筋骨，例如在原地做几组伸展操，来一阵原地快走，或者干脆原地跳跃几十下。哪怕只有5分钟的运动，也能让你的心跳加速，血液循环变快，把更多氧气和养分输送到大脑，仿佛给大脑来了场充氧的急救。运动还能促使大脑释放内啡肽等让人愉悦的化学物质，赶走困倦，带来神清气爽的感觉。更厉害的是，科研发现短时高强度的运动对大脑有特殊益处。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称，志愿者进行6分钟高强度间歇运动，如快踩动感单车间歇冲刺后，血液中一种名为 BDNF 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大幅上升，提升幅度高达4到5倍。BDNF 被称为大脑的奇迹生长素，能够促进脑细胞的生长和连接，加强记忆和学习能力。相反，长时间的低强度运动对 BDNF 的提升非常有限，所以哪怕只是几分钟的较激烈运动，都可能在生物学层面为你的脑细胞浇上一桶营养液。当然，如果高强度运动不适合你，没关系，任何形式的活动都比久坐强。散个步，爬爬楼梯，来一段音乐，随节奏舞动一下，都能让困倦的脑袋重新振作起来。很多人都有这种体验，苦思冥想一道题解不出时，起身走走或者活动几分钟，再回来思路就打开了。这就是运动赋予大脑的魔力。3. 冥想练习重启思绪。冥想听起来玄乎，其实可以很简单，就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闭上眼睛，专注当下的片刻。一种入门的做法是专注呼吸的正念冥想，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呼吸上，感受空气缓缓进入鼻腔，再缓缓呼出。如果杂念冒出来，没关系，温和地将注意力拉回呼吸。每天花上5分钟进行这样的冥想练习，就像给被搅浑的大脑按下暂停键，慢慢等待思绪的沉淀。脑雾状态下，我们的大脑像一颗被不断摇晃的雪花球，里面的思维雪花四处飞舞，看不清方向。而冥想就是将雪花球静置片刻，让那些纷飞的思绪慢慢落下，重新变得清澈透明。科学研究表明，长期坚持正念冥想可以增强注意力和工作记忆。一项哈佛大学的研究发现
连续8周的冥想训练能增加大脑中与学习记忆相关区域的灰质密度，这意味着冥想真的可以在生理上强化大脑记忆功能。当然，我们这里说的是每天短短几分钟的练习，不需要盘腿打坐1小时那么夸张。哪怕利用午休时间闭目养神5分钟，或者清晨起床后静坐片刻，都能帮助平复杂念，提高清醒度。很多职场人士和学生发现，冥想使他们在脑雾浓重的下午重获专注，在繁杂信息中理清头绪。冥想其实就是给大脑做死配，让紧绷的神经放松，使大脑更好地整理内务。当你睁开眼，会感觉脑中的世界安静了，明亮了，记忆和理解能力也都会有所提升。除了以上这3招5分钟魔法之外，还有一些小贴士也能辅助我们对抗脑雾，让记忆力保持在线状态。比如保持良好睡眠，养成规律作息，每晚睡足，使大脑有充分时间自我修复。饮食均衡，摄入足够的 Omega-3 脂肪酸、维生素 B 族等营养，有益于大脑健康。多喝水，防止脱水导致的认知下降，以及给眼睛和大脑定时休息。每工作学习一段时间就休息几分钟，远眺或闭目放松。这些生活方式的调整是治本之道，而我们前面介绍的几个5分钟小技巧则是治标的迅速利器，两者结合效果最佳。故事讲到这里，你会发现脑雾并非不可战胜的神秘怪兽。当我们了解了脑雾是什么，为何产生，并掌握了简单有效的应对方法后，大脑中的迷雾就不再那么可怕，记忆力减退，注意力不集中了。别急，试着利用每天区5分钟来呵护一下你的大脑发动机。深呼吸几次，为头脑输送新鲜氧气，活动活动筋骨，加速血液循环，或者静心冥想片刻，让思绪归零。这一系列小动作看似微不足道，却是基于科学原理的大脑充电器。长期坚持下来，你或许会惊喜地发现自己变得没那么容易，脑子卡壳了，日常的小失忆少了，工作学习时头脑更加敏捷清明。想象一下，清晨醒来，你花5分钟做深呼吸和冥想，驱散了起床时的朦胧；下午困倦时站起来动一动，赶跑了午后的倦意。日复一日，这些短短的习惯累积起来，你的大脑状态将大不相同。曾经挥之不去的脑雾渐渐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清新的脑爽感觉，就像晴朗的天空取代了阴霾。记忆力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增强，开会不用苦恼记不住重点，学习新知识时脑子变得更灵光。当然，生活难免有压力和疲惫的时候，脑雾可能还会不时造访，但别忘了，你手中已经握有那一招制敌的法宝。当感觉大脑陷入迷雾，停下来给自己5分钟，深呼吸、运动或冥想，帮助大脑重启。这就如同在混沌中按下暂停，理清思绪再出发。相信自己的大脑有很强的复原力，只要给予正确的方式和时间，它会重新焕发活力。好了，今天的脑雾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这些方法能帮你在繁忙的生活中保持大脑的清晰与记忆的敏锐。每天5分钟，为你的头脑做一次小小的保养，长期来看，你的大脑会感谢你的。记住，迷雾再厚也阻挡不住晨光。坚持这一招，你也可以拨开脑中的乌云，让思维的阳光洒满心田。清晰头脑和超强记忆力就在不远处向你招手。祝你每天都拥有神清气爽的大脑状态，向脑雾 say goodbye。